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民进党有基本盘，就是所谓的40%，但是最近的民调却让我们大家都傻了眼。为什么？你看到赖总统的执政表现竟然掉到了31%，表示什么？我们都知道，看民调的时候，你一看到死亡交叉跟喇叭口后，如果你今天不去做处理，你今天不去做阻止，你的民调只会越陷越深，所以这是一个当务之急。那为什么刚刚讲基本盘40%？怎么会掉到31%呢？难道是因为国安的事情？难道是因为罢免的事情？难道是因为最近绿营在逼宫、在内斗吗？看起来显然不是。民调为什么会低？问题就出在经济。台湾的经济已经出现一个非常独特的场面，叫做天堂跟地狱。天堂是什么？我们今天台股今天在盘中的时候创下历史的新高，但同一时间地狱是什么？为什么这几天的民调，中南部的民调会这么低？除了风灾之外，更多就在你的经济，非常多的产业，非常多的业者已经在哀嚎，他们已经快过不下去了。所以，果真，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现在台湾真的是这样子？错，台湾现在没有天堂，股市那是假象，24,570点那只是假象，因为台湾现在已经陷入了一整个地狱里面，因为台湾的内需跟传产现在在上演一个像地狱一样凄惨的状况，两个地狱，对，到处都失业，到处没有人敢消费，那是谁造成的？其实我们看到民调为什么会这样翻，其实就是因为你在关税战的政策没有做好，没有办法，没有真正的把答案公布给大家，所以最严重的事情是不确定性，你盖牌呢不敢跟人家说市场要不要开放，关税要不要降，土洋大战会不会上演？因为大家都期待大降价、大消费，可是你大降价没有发生，就不会大消费，所以就会导致一个结果是消费者不是手上没有钱，而是预防性的不想花钱。那为什么不想花钱？是因为你不跟大家说变数会有什么，所以变数太多了，宁可把钱放在手里以防万一。因为消费指数掉到了最近的新低点，你看哦，从4月还比4月还要低哦，现在是比解放日关税那时候股市大跌还要惨，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股市不是一直上来吗？所以你来看一个东西，你就可以看清楚什么叫做地狱正在进行，地狱在发生。最近米其林不是公布台湾的星星吗？总共台湾摘下53颗星星，亚太区成长最高，星光闪耀啊！哇，台湾真的是前眼角目，星星最多。但是我告诉你，真正走进现场的时候，你才发现米其林的消费正在雪崩式下滑。星星很多，星光闪耀，但是星光暗淡啊！你看台中的米其林主厨说什么？一整天下来就有1-2组客人，然后假日定位也不会满，这已经是常态了。我们过去要订一个米其林，要2-3个月前订，还要请人家帮忙订，可能都没办法订到。结果现在一整天只有1-2组客人，不是说今天赚的很多，不是今天说股票有大涨吗？结果你今天看到。下半年的 GDP 成长率竟然不到1%，这是一个大警讯吗？从6点多%掉到不到1%，那是非常可怕的。代表什么？大家都没有花钱，大家工厂不敢开工，不敢生产，然后接下来很多人就会失业，没有工作，甚至在放无薪假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再来看细节，米其林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可以看到台湾的状况。什么叫做大家不敢工厂不敢开工，没有在谈生意？你看哦，他就讲出一个细节哦，6人以上的商务型餐具大幅减少，6人以上这样什么？老板在请客，或者是在谈生意，才会找6个人以上嘛，而且会请在米其林很高档，谈的是重要事情，在谈订单、谈生意啊。6人以上的大幅减少，代表没有人在做生意，没有人在投资，没有这样的商务宴请，这才是台湾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整个米其林跟去年相比，业绩少30%，这非常少30%哦。接下来我们来看重灾区在哪里？股市非常好嘛，可是重灾区在哪里？在中部。中部更为严重，业绩几乎对半砍谁没有来？工具机的业者、汽车零组件业者、手工具的业者、制鞋业者。他们很惨呐，6个人吃饭的减少，再来是整个中部砍一半，重灾区在传产呐，可是伤到的是米其林这些商务宴客的人呐，高级宴会，它根本就是一个环相扣的，对，因为他谁都没有办法逃得了，他们受创最严重，所以米其林餐厅不止米其林餐厅哦，我们来业界而已，还什么吃饱饱，以前大家都在抢保费餐券，现在掉了将近只达到70%，卖不掉，餐券也卖不掉。接下来观光旅游不是这几年好不容易开放了吗？观光旅游大爆发，现在也少了2成啊！大家雪崩式的下跌都没有办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所以去问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家在讲，不管是饭店、餐饮、百货、旅游到零售。
大家都觉得很冷很冷，哎，你现在地狱里面呢，就还很冷呢。说现在根本没有人想要消费了。所以我们看到消费指数总体是这样往下掉，经济成长往下掉，其实感受到就很冷很冷。那在什么地方又很冷？在地狱用2个很，而且无计可施哎，政府能不能救救我们？他消费要起来，大家不是没钱哦，大家需要你告诉我。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再来看传产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谈成怎样？你在5月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不是在讲嘛？台币亚洲最强嘛，涨了最多，日本、韩国都没涨。你不要太开心，因为传产现在很惨，你压会晚一点的，去年接的订单哦，去年接的订单哦，已经变成了赔钱，本来是赚钱的订单了，是因为你政府放任台币狂涨。最不满的是新台币升值，大家赔了一屁股。我去年接单，然后我本来要赚钱的，压汇跟汇成换成衰了，我就变赔钱，就这变成大家都赚钱，都变成都在赔钱，跌单了，也不过就1个月的事情，结果你现在要弹回来，情何以堪啊！本来赚钱都要避险，现在都变成避来避去都是危险，所以整个传产会惨。所以你刚才讲米其林为什么在中部对半砍，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中部工具机业者，那再来就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就问汽车零组件业者，你今年到大罢免投票怎么样？对。原本是票仓的中部当地不罢免的票非常的多，不同意罢免的票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我本身没有政党，但是我希望喂饱我的员工，起没罢，我只好不同意罢免啊！你再发生这种罢免，这是真实反映的事情。所以越往南部走，就发现一个现象：不满意，觉得经济很不好了，数字越来越高，不好了越来越高。中部的状况中南部都远比北部还要严重，所以它根本就是我们讲的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尤其是中南部是地狱中的地狱。你有看到？来，我们一看，中彰投不好，69%；云嘉南71%，有很高，高屏72.1%。以前绿到发枝的一个地区，现在他们都觉得经济非常好，不好，然后都是民调翻转的地方，是因为他们都是真实感受，因为台湾中南部才是传产跟内需主要支撑的地方。那再来最严重的是，你明明告诉别人，大家现在都知道，其实你问汽车业人都知道，我们关税其实对美关税要变成2.5%，或者是降到0%。你明明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你都不敢去公布，你要不敢公布，是不是巴黎的问题哦？影响的是40万辆汽车。为什么想说40万辆汽车？因为大家都在期待进口车降价嘛，进口车降价，国产车会跟着降价，国产车更降价，中古车会跟着降价。结果现在都没有人在卖车，没有人要买进口车，所以国产车也卖不了，进口车那中古车也卖不了，所以大家全部怎么样？大停摆，所以不是巴黎在大停摆，所有的车厂大停摆，所以现在影响的是，是30万从业人员，300多亿的税收，还有2500家业者都会被影响到，大家全部都停摆，这么多人，30万人，2500家工厂。你的心态都是一样嘛？大家你要等政府公布说美国关税要降了嘛，我就冲去买车，你不一定会买进口车啊。结果现在整个零组件、工具机啊，又是工具机了。工具机现在是内外夹杀，人家内外夹杀是什么？也陷入一个地狱啊！你关税战把台币大幅升值，结果现在发生什么状况？日本的关税比我们低，韩国的关税比我们低，我们还多5个百分点。重点是台币还飞升，所以现在是我们跟韩国跟日本是被他打得非常的惨啊。那我们这个是讲数字嘛，我们真实状况来看嘛，龙泽科本来是一个优等生股票还蛮贵的，结果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都在赔钱呐、单季每股税后上半年赔了0.74元。都在赔钱，知道干了什么事情？开始调整。我现在宣布5要实施无薪假，每周5鼓励大家每周要休3天，而且实施3个月。而且你看到他这张公告里面，让人觉得心最疼的、最酸的，这项调整是为了养精蓄锐，甚至为将来的景气卧兵立马，然后为将来的景气回升做准备。就是一个无薪假了。对，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赶快为景气准备？是因为你都没有确定嘛。那当汽车厂没有开工的时候，你产品就没有办法生产，产品没有生产，工具机就没有人买，再来外销也被打到了，所以整个地狱就这样发生了，就变成你讲会很奇怪哦，为什么巴黎的车子没卖，龙泽科要休无薪假，就是这样啊，连锁反应，然后最后连米其林就没有人吃嘛，所以地狱就在进行嘛。裕日车就是我们说的裕隆，你看上半年营收毛利大幅亏损跟衰退啊，母公司的
主亏损3.1，上半年每股亏1.07元，这是裕隆汽车、裕日车，所以车子代表什么？连国产的车子都没有买啊。我们再来看和泰汽车，就是我们大家所知的 Toyota 很强，都一直卖得很好，就是40万辆里面有将近一半都是他卖的，结果他上半年出来了，营收少获利少35元。30余亿元，连减将近30%，这代表什么？它生意少了3成呢。连 Toyota 这一种市占率这么高的车，它都受伤了。对，国民车都受影响了，所以马上就出现什么？中部跟南部都会车灯制造业者订单减少嘛，不管美国订单或台湾的订单。是无薪假的412个人 LED 车灯一样88个人，都是真的啊！再来，经济部长前经济部长郭志辉要照中钢让利啊！你知道车子没生产代表什么？钢板也没卖出去嘛。如果车灯没有生产，包括有些钢铁没有卖出去嘛，结果中钢上半年本来是赚钱的，变成是赔钱，上半年税后净损15亿元，很惨的100万股东也受到影响，所以整个传产陷入地狱，就这样一个一个连锁反应下来。为什么发生事情？就是你盖牌有太多不确定性，谁造成的？其实就是现在这些关税政策造成的，不是川普的高关税哦，是你太多不确定性造成现在整个行业全面性的大崩盘。而且我们刚刚提到中钢，我们都知道它背后有谁，100万的股东都在看。上半年你明明是有赚钱，大家爽死了，结果你一个政策没有搞定，下半年亏了，亏了代表什么？我们后面的100万股民。我们都是笨蛋。还有它是火车头产业嘛，它代表是很多钢铁用铁的产业，不是只有汽车哦。所有只要跟美国打到了土洋开战的，或者是即将要开放进口，都会被影响。所以我们再回到看当年 ECFA 的时候，ECFA 虽然被说是黑箱，可是它做了什么事情？它只要会被冲击的，都开始讨论，包括毛巾啊，包括社头袜子啊，那时候都去抢救。虽然这就演戏啦。可是重点是你要拿出来让大家讲有准备，那大家有准备才敢花钱投资，然后才敢去做生意、拉生意就会去米其林餐厅消费，或者是到餐厅消费，整个景气就活过来。不是没有钱，是你政策没有方向。施总，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民调跌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就是经济。我们连续讲2天了，经济到底有多重要？你看到石破茂，我们之前讲什么？他自从没有谈好关税，甚至在这个大选上面，他大败之后，想说石破茂拜拜了，他真的要拜拜了，结果没有想到他起死回生。看到说，目前为止来说，赖清德总统的执政表现，你看一直不断的不满意，对不对？然后卓院长也是一样不满意，你想到就完蛋了。我跟他讲，不见得真的就完蛋，你只要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真的会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石破茂，石破茂，你看他在这个之前呢，7月中的这个日本的参议院改选不是大败吗？对，大败之后呢，你知道吗？他的民调支持度一度往下跌，最低的时候跌到这个月末只有22%，22%都比我们赖总统低很多啦。真的，那时候已经被大家讲，真的可以下台了。对，甚至很多日本人来说啊，这个干脆要换什么高市早苗啊，日本内部都已经说啊，准备要换人，自民党都说完蛋了。可是照你这样，在经过1个月之后，从22飙了几乎1倍，到39，那事实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这个转折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跟他讲。跟这个美国跟日本的谈判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事实上也是一样，日本在之前的时候也是面临到关税的不确定因素，然后整个不确定，日本民众也是笼罩在那个阴影之下。你说日本跟我们一样，厂商要投资，民众要消费，他也是觉得，我们可能也可以买到美国车啊，我们也可以我们的厂商到美国去会成本增加，他们也是在跟我们一样的局面啊。所以石破茂碰到这样局面，因为他不敢。他在这个所谓这个参议员选举之前来说话，没有办法跟美国达成协议嘛。我跟他讲，大概不是3天之后吗？斥责亮正就跟美国达成协议啦。3天之后呢，就7月底嘛，然后8月初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原本是什么15%，然后后来日本说是 15+N， 然后这个所谓斥责亮正又去沟通，没有这种事情，对，又去沟通。那沟通之后，就日本的关税确定了嘛。关税确定的时候，刚才有讲到，实际上对经济运作里面来说，有一个叫做预期心理。就我预期会这样的时候，它会改变扭转整个经济的运作。那这样现在确定关税是这样，那就 OK 嘛。还有另外就是日本的米的问题，他一直都说米的限额的问题，他现在开放很多国外的米进来，让大家都买得到米之后，你看他整个民调，你看这个是真的往上直接冲过去，对，所以才说赖清德总统，你看到石破茂，你应该也知道说，其实你不是没有机会的，只要你能够搞好这个，还是有可能会往上冲的嘛。
另外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是谁？是李在明。李在明，他其实当选之后，他其实民调有点往下掉，掉到56%。然后呢，当时呢，结果没想到他这一次去跟美国总统川普谈判之后呢，很好之后，马上就开始往上升了。真的假的？对啊，所以李在明那时候他也被骂非常惨。是啊，所以他因为什么？因为他去美国跟美国谈，也是在搞好韩国的经济。对，因为韩国最重要的外贸出超来源国之一就是中国跟美国嘛，那也就是美国要一直打压他，那他去跟他谈判完成之后呢，你看整个股市，整个这个所谓的民调也开始往上扬。所以我跟你讲，事实上你只要做出成绩，民众是会给你奖赏的。你就看石破茂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嘛。对，好，那所以呢，我们讲最近的一段时间，其实从4月多以来，我们都一直说啊，我们是最早去报名的啊，我们之前还喜滋滋说我们是前3个排队去报名的。问题是前3个你到现在为止没有谈下来啊，没有谈下来是事实嘛，对不对？那没有谈下来是事实的时候，事实上你又没有跟民众多加沟通，你要消除这个预期心理，譬如说你就直接可以明示说，哎，我们可能这个货物税有可能会怎么降，或者说关税会怎么降。大概美国要求是这样，你只是讲得很清楚嘛，让民众都知道，厂商都能够提前。你都不讲，对啊，不讲，然后说什么保密协定不讲，好不讲，然后现在你什么都不说。那之前不是郑丽君开了一个记者会，讲什么大家都有讲跟没讲一样。结果呢，吴子嘉董事长就说，哎呀，他爆个料，就说郑丽君根本到美国去，在饭店里面跟这个所谓商务部在做视讯会议，对不对？就不是说秘密吗？为什么今天就公布了3张照片？对他跟这个卢特尼克，对，然后他跟葛里尔的见面的这个，为什么照片全部都出来了？为什么这样？不是说都是所谓的秘密的这个协定吗？好，那我们来看，事实上这里面的照片来说，当然比较引人注意的是这一张嘛，对，就是我们的谈判代表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卢特尼克见面，这在商务部。那商务部里面来说，后面这一张是胡佛总统。1930年代的这个胡佛总统，当然这是意有所指的啦，因为胡佛总统他有亲那个经济法案，当时他也是对国外课关税，然后也是都对美国国内减税，然后同时之间希望工作留在美国，所以事实上他所代表意思的就是美国这一次要关税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嘛。好，所以我跟你讲，事实上这么多的照片可以试出来啊。所以事实上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这3张照片可以放出来，就代表其实我们的政府可以跟美国好好讲，对啊，我该跟我国人讲的东西，你不要说我们在秘密的协定里面是有签，对，我该讲的我才要讲。是你现在如果今天把所有东西统包完，真的都谈完，你一次丢出来，对，大家没有办法受得了。是你今天一个个跟我们讲都没有关系，你要耐心的跟民众来沟通。对，没错，赵尔讲的没有错，你要耐心的跟民众沟通，因为影响到生活的不是政府单位，是民众，所有的民众。譬如说这个张善政市长就出来说嘛，说我们桃园有这个汽车产业有50万人，那50万人受到影响，问题是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说，如果真的没办法处理这50万人的生计该怎么办？那这个你不是在那边说，哎呀，我们保密协定不能够讲，不是这样。你至少要做出一些方法，你至少可以泄露一些东西，让这些业者能够有遵循的这个方向，否则的话，你现在一直卡关到什么时候？这个预期心理根本没办法结束。那你看坊间就有很多人在那边猜啊，对不对？你看这就是这个之前的传媒就说什么啊，我们台企4年要投资2500亿啊，我们经贸办说还没有议定任何的这个金额那为什么会有这东西出来？好，那当然了，内部有人文件丢出来嘛。可是问题是，我就说，你一直让民众们猜来猜去啊，到底是多少？譬如说我认识最近很多，你知道我走在路上，很多人问我第一个问题说，那最近到底可不可以买车？很多人想要买车啊。都来问你。对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很多年轻人有刚性需求，他要买车。那买车的时候他就说，那我们关税会17%会不会降？还是货物税要不要降？怎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看，这就会就delay了所有的这个需求。我就说这就是影响了我们内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来跟大家讲，目前为止来说，绝对要想办法去让我们民众更知道未来所有的所谓宽税谈判的进度，甚至未来的这个可能的面临的局面是什么。要跟民众沟通清楚，否则你没有沟通清楚的时候，我跟他讲，这个谈判下来的时候，民调你或许会短期的反弹上去，但是做得不好之后，还是有可能会再往下。这怨是什么？当你过得比我好的时候，而且你是用不法的方法过得比我好的时候，那个气会出到你政府上面。这几天郑义玲的案件，我们一直检方也说收押你，我要办到底。没想到抽丝剥茧，一个拿出来看。绿电原来可以这么肥，原来当一个绿电撒谎能够处理这么多事情，能够被人家挖出来哦，能够有坐拥台北市的3间房产。
所以我们以社会学来讲哦，阶级斗争里面呢，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叫做什么呢？叫做相对剥夺感。当然，你看到南部地区的好朋友呢，屋顶呢被掀翻了，用磅礴底下砍，然后呢苦哈哈还要爬到屋顶上，很危险。然后整个呢家园一片肆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比我们的小英男孩，对比我们的绿电小王子，叫做郑义霖。拍谁？今天呢有一个人跳出来了，这个人叫谁？钟小平爆破式，爆破这一次终于爆破对方向。他说他怀疑郑义霖拥有5亿探长雷洛里面猪油仔这样的身份，他是猪油仔。哎，对他说的哦，钟小平讲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拥有在台北市精华地区呢，包括大安区、包括信义区有3栋豪宅呢，加起来多少钱？1亿元。在他担任副执行长到变成执行长的这段期间，刚好是这个时间点买的。我有稍微看一下这藤本上写的我们讲的转移哦，大概是2021到2022年这段期间哦，所以可以去对照一下。他说，但是呢，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这3间房子里面，你可以仔细看哦，比如说信义区我们讲3星段、大安区大安段、大安区通化段、兆和啊，看到这些段位，你就要知道一个概念。贵松松哦，就贵啦，这厝拢没修啦，老厝嘛没修啦。如果这些事情都属实的话呢，我想代期大掉了，因为年纪才这么轻，那你担任这个执行长、副执行长，照薪水那个都算得出来。你要说我家里有，我家里提供，拍供啦，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上亿的钱呢？因为你看哦，仔细他们检方还调查，对不对？就还发现说，郑义霖跟这个东伟建设是谁？这个收押禁见啊，陈建胜啊，他儿子陈冠涛收押禁见，就是这3个被收押禁见的人，常常呢去吃高档餐厅，那动不动呢就几千块。但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是，郑义霖这个人哦，名义如流水，他是花钱如流水。他怎么样花钱如流水法呢？1个月卡费给你10几万，这个叫做基本消费。而且我觉得最离谱是什么？郑义霖他有没有工作？有工作，他的月薪10万多。但是呢，他每个月刷卡金额都是超过10万元以上的哦。对，而且他最厉害的是什么？他不迟缴哦，他每个月都把它缴完。那哪来的钱？你不是每个月都超过你的月薪吗？这怪是怪在你知道哪里吗？我们刚才讲那个10几万，为什么我说那个叫做最低消费？因为他有时候会刷几十万啊。你10几万，你们形容刚好打平吗？对，变月光族嘛。对，你月光族，你怎么会1个月突然间有办法刷几十万？啊，对不对？那个房子如果你真的有买嘞，你再给他斗，你本来就没在存钱，然后还可以凭空放出钱，钱从哪来的？所以我讲他那个卡费的这个缴费哦，它有很多种机制。为什么？比如说卡费缴费，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是银行转账嘛，有些是自动扣缴嘛，还是说你是拿现金去扣缴？因为累积起来你应该是有欠几百万哦，对不对？但是呢，这些卡费全部都清偿啦，也没有啊，而且他甚至怀疑说他手上很多现金，为什么会怀疑？减掉怀疑他手上都是拿现金的。对啊，因为你现金直接去缴就不用啦，但是去他家又没抄到嘛。那为什么去他家为什么会没抄到？因为他弟弟跑掉了，所以他就现在就是调查说你跟我讲嘛，你跟我说清楚讲明白啊，就你钱哪里花的嘛？就像有人晚风徐徐去买豪宅，你钱哪里来的嘛？你要跟大家讲清楚嘛。所以他就说家中父母你很有能力啊，我父母有钱啊，所以才提供的。但他父母你知道问他父母说什么话？我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钱哪里来的，所以说法都不拢，所以他最后才会被羁押嘛。对，因为你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啊，所以他们就在了解说，到底这个实际上详情的金流是什么，整个检调系统呢都介入去调查，否则大家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一个郑义霖，你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你的位居高位，但如同他当时要被逮捕的时候，如果属实他所讲的那句话，有人罩我的，你知道我背后的是谁吗？我不知道，郑义霖，拜托，我好想知道，赶快告诉我。钟头哥，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我们之前谈郑义霖的时候，我们把他取了一个绰号，甚至外面都是这样人叫他，叫做绿电撒谎。而你是台湾第一个在2018年第一个写他的人，这样你一路写他到现在2025年，他被抓了。这时候我们来讲，绿电撒谎真的太小看他。你跟我讲，我才知道一件事情，他竟然郑义霖一个人可以掌握一个10兆的绿电的产业，这么大尾的。我今天来节目的时候，我特别把那个有一个专刊拿过来哦。这个专刊是一家专门在介绍台湾离岸风电产业的网络媒体发的一个专刊，印得非常的精美。就是这一份。对。我要说的是说，
为什么一个网络媒体发行的这样的专刊可以印得这么精美？因为背后的厂商非常的有钱，读者非常有钱，参与的产业非常有钱。离岸风电从2016年民进党政府上来以后，他就把2025非核家园列为他的首要的施政的目标。对，当初预估整个产业链，包括说我们现在看得到的风机，看不到水下的基座，看不到的施工船，包括在台中港新建的离岸风机的风机叶片，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就有10兆的产值。这么大的产值，其实就足够支撑一个这样子的媒体。你刚刚说什么？我们以一般来说，这一本要制作起来很贵，为什么？一打开，它里面是全彩的，而且它在里面，不管是它的厚度跟什么，这个要印刷起来，光是一本，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对，而且还中英文对照、哦，还中英文对照。你看他的读者不限于台湾读者哦，他包括他国外的那些。欧洲的那些政府机关，他也很关切台湾的离岸风电到底他要把这块海域要标给哪个厂商，他们都很关切的。对，法国在抢，荷兰在抢，丹麦在抢，英国在抢，德国也在抢，每一家厂商背后都有后面的代表处在关切。我们知道，像 CIP 它的台湾区负责人就是从丹麦代表处过去的啊。今天我们在讲说郑义玲哦，其实郑义玲其实他的崛起其实还蛮有趣的。之前我在2018年写他担任绿推办的副执行长这件事情的 po 文，对，特别弄出来。这是你在2018年4月3号的时候写的。对，那时候郑义玲看到这篇文章以后，他就想说，有警告我说千万不要删文。对，当初我在写他的时候就说，因为他只有27岁就当上绿推办的副执行长，对，这对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东西。因为那时候的能源局的科长，大概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吧，就说至少都有40-50岁。他们在绿推办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坐到了他们的头上，对，指导他们说离岸风电区块开发遴选作业要怎么做，要厂商什么样的投标资格，要具备什么样投标资格可以来投，哪些东西如果做到了所谓的国产化，它可以加分多少钱？这些东西不是经济部的内部的幕僚在拟定的。那个时候绿推办，那时候郑义玲那时候本来是工研院的员工借调到行政院去做的幕僚。他后来在2018年就空降到了经济部的绿推办担任副执行长。那他上面就说那时候的执行长是由他们的那个经济部技术处的处长担任的样子。对，现在在东伟建设的这个案，就是他的资料中心在推动的时候，大概2022年那个时候，他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是在图上写的，就是说那时候执行长是曾文生，副执行长一共3位，你看一下，左边是郑义玲，右边是谁？右边是台电的副总，那个萧胜任是谁？萧胜任在这次东伟建设资料中心的馈线容量的行贿案里面，他也是被约谈，对他也是证人之一。对，你看这个绿推办，其实他只要透过彼此的横向联系，就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沟通了。比如说，透过这样的平台去谈汇线要怎么分配，不是再方便不过的事吗？所以你一直说这里它根本就像是一个敲门砖。你刚好特别提到这一张图，你说台湾海峡这个地方做风电太难，但是今天能够把这些事情弄好，跟你讲，你刚刚讲横向联系，特别提到郑义玲，特别提到萧正，特别提到许国龙，这是一个可以马上就不用这么多层的关系，而是马上可以直接来处理的，是这个意思。没错，就是我从经济部那边有听到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说那时候那个竹南龙凤渔港外海的那个示范风场盖好以后，
就是说，因为绿能转型对民进党政府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绩。对，尤其一个苗栗外海，就是你走国道3号经过竹南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大片的风机在那里转啊转啊转啊，这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绩，因为看得到。那所以说，它的落成典礼一定要，就是蔡总统一定要出席。对，那蔡总统出席，他要怎么去把它摆拍，才能看得出来说他高瞻远瞩的样子？那时候我听说经济部，郑义玲在经济部内部的时候，曾经建议说，由蔡总统坐在直升机上面，然后在直升机上面拍过特定角度，他又以风机做背景这样的，但是那个难度太高，而且有飞安的风险，所以后来他们才有这张照片，你看到没有？就是蔡英文拿着望远镜看着外海的风机，就是说你看那个照片多么高瞻远瞩，比起左下角那个大家举起大拇指，对，站的好像兵马俑一样的那个好看多了，对不对？你说过去可能大家都是像是这样子，对，比个赞。这种照片谁要看？对，这种照片，然后现在谁要没有哦。郑义玲想一个新方法，你看到蔡总统那时候的现在的那时候的蔡总统拿这个所谓的望远镜在看的那一种感觉不一样的，这才叫摆拍嘛。这种摆拍才最有气势啊，对民众来说他才会有感嘛。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